解放軍這邊都用上機器狼了，日本還在高價採購美國的機器狗，結果呢，小心翼翼的台下直升機後一啟動就來了個四腳朝天。小編就說能讓印度看上東西，你也敢用？忘了陣風戰機的光輝戰績了嗎？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事情是這樣的，1月11日，日本陆上自衛隊第一空中挺進團，也就是咱們俗稱的伞兵第一團，搞了一场迎新年演習表演。今年的表演，他們特意拿出了新玩具，從美国費城 Ghost Robotics 公司进口的威神60 QUGV 4足機器狗，也就是大家說的威60。看得出來，日本也想跟上地面無人裝備的潮流，不想在這一輪競爭中掉隊。可尷尬的是，日本自己壓根沒有研制軍用機械狗的能力，只能花錢求着美國爸爸賣，妥妥的有錢沒技術。本以為這些高價進口的機器狗能在演習中露個臉撐撐場面，結果一登場就直接翻車。演練過程中，一名自衛隊士兵操作失誤，一台機器狗剛剛啟動就失控翻滾倒地，四腳朝天躺在地上動彈不得，場面尷尬到極點。更搞笑的是，按照 Ghost Robotics 公司的宣傳， V60 就算被撞倒也能自行恢復姿態繼續移動，可現場視頻裡這台倒地的機器狗全程沒有一點要自己爬起來的跡象，連最基本的穩定性都沒達標，說它是樣子貨都抬舉它了。更離譜的還在後面，這次投入演練的所有機器狗全是靠士兵人工從直升機上抬下來的。大家都知道，直升機有登机梯，哪怕是小型裝備也該具備基本的自主下車能力，可日本进口的這些機器狗連這點本事都沒有，全程需要人工搬運，說白了就是個笨重的擺設，壓根達不到實戰部署的要求。而且有消息曝光，目前自衛隊第一空中挺進团對這些机器狗的使用還處於熟悉和磨合階段，遠沒達到熟練操作的程度，甚至部分機器狗的傳感器都沒有完全配置到位。小編覺得用一句話就能形容他們的现狀，本身性能就有限的机器狗配上一群操作生疏的菜鳥，不翻車才怪。可能有人会問，這機器狗到底多少錢？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一台 V60 的單價高達26萬美元，折合人民幣差不多188萬元。而咱們中國同類用途的機器狗單價僅20萬元人民幣左右，日本買一台美國機器狗的錢能買咱們9台還多，性價比低到離譜。更坑的是，這機器狗不光貴，產能還極低，根本滿足不了實戰需求。根據 Ghost Robotics 公司的最新數據顯示，這款機器狗迄今為止的總出貨量只有800套，分布在全球25個國家，用戶大多是警察部門和軍方的基地巡邏兵，這些場景幾乎不需要考慮戰損問題。可傘兵部隊不一樣，機器狗需要執行高危任務，戰損率本來就高，而這家公司4年才出貨800套，一旦真的發生衝突，根本供應不上，到時候日本傘兵恐怕還得靠肉身去衝鋒。說到這裡，大家肯定好奇，為什麼這款機器狗的產能這麼低？難不成又要甩鍋給中國？說出來你們可能不信，這次還真跟咱們有關係，但可不是咱們的問題。早年波士頓動力公司的大狗4足機器人用的是液壓驅動，始終達不到戰術可靠性要求，後來各個企業的型號都改成了稀土電機方案，而這就需要大量的軍標稀土磁鐵。關鍵問題來了，全球軍標稀土磁鐵的產能幾乎全掌握在中國企業手裡，任何國家想要擴產都得向中國商務部說明用途。要是說賣給日本陸上自衛隊用於軍事演習，不好意思，不准。Ghost Robotics 公司也清楚這一點，他們也知道美國本土的稀土磁鐵產能短期內根本重建不起來。按照計劃，美國 MP 材料公司要到2027年才能實現年產稀土磁鐵1萬噸，而且這個計劃裡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就算能按時實現，這幾年的產能缺口也沒法填補。沒辦法 ，Ghost Robotics 公司只能找韓國求助。韓國雖然有一些稀土磁鐵生產能力，但只有中國的一個零頭。即便如此，也成了這家美國公司的救命稻草。從2024年開始，這家公司就加大了從韓國的採購規模，到現在更是直接把60%的股份以2.4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韓國 LIG Next E 公司。說白了，
現在日本花高價買的美國機器狗，本質上是韓國資產在美國生產，再賣給日本。想想都覺得諷刺，日本費盡心思抱美國大腿，最後買的還是韓國的產品。看完日本機器狗的翻車現場，再來看咱們中国的機器狼，簡直是高下立判。去年10月24日，央視報道了陸軍黃草嶺英雄連的實戰化演習，其中一段機器狼搭載2棲突擊車實施搶灘登陸的畫面引發了各方關注。這是解放軍首次公開無人4足平台在2棲作戰場景下的戰術運用，標誌着我國的無人裝備已經從技術驗證階段正式向實戰運用階段轉變，意義非凡。先給大家科普一下，搶灘登陸歷來是2棲作戰中最艱鉅的環節，風險極高。傳統模式下，登陸部隊需要在敵方岸防火力的密集壓制下，從開闊的灘頭向縱深推進，步兵暴露時間長，傷亡風險極大。二戰時期的諾曼底登陸，盟軍僅首日就付出了近10000人傷亡的代價，核心症結就是人員直接面對敵方火力網的戰術局限。而黄草嶺英雄連此次展示的有人裝備加無人平台的協同模式，正是為了破解這一難題而生。可能有朋友知道，黄草嶺英雄连是抗美援朝時期的功勋部隊，当年曾以血肉之軀阻擋住了美軍的機械化部队，立下了赫赫戰功。如今這支英雄連隊用機器狼等無人裝備升級作戰體系，既是對歷史精神的傳承，更是對現代戰爭形態的主動適應，讓人倍感振奮。在此次演習中，裝備了05式2棲步戰車和05A 2棲突擊車的黃草嶺英雄連，在空海火力的掩護下，快速衝上了敵人守備森嚴的沙灘。隨後，步戰車和突擊車上的步兵迅速下車，將隨身攜帶的機器狼釋放。這些機器狼背負着191步槍，穿越敵軍設置的各種障礙，向敵人的陣地發起衝擊。而機器狼的控制員則躲在突擊車後面，通過遙控終端進行遠距離操控，全程無需人員暴露在敵方火力下，大幅降低了傷亡風險。和日本那批高價進口連穩定性都不達標的機器狗相比，咱們中國的機器狼每一項性能都是為實戰量身定制，數據更是碾壓對手。根據珠海航展的公開信息，這款4足機器狼使用的是自主可控的國產軍用級芯片，和普通芯片相比，它在抗電磁干擾、極端環境適應性上的表現更為出色，能有效避免戰時因信號干擾導致的裝備癱瘓風險。這一點是日本進口的機器狗遠遠比不了的。要知道，日本的機器狗連基本的自主起身都做不到，更別說抗電磁干擾、適應極端戰場環境了。在探測感知方面，咱們的機器狼更是做到了全方位覆蓋。它的前後都配備了激光雷達，能與周身5個環視攝像頭形成互補，實時識別灘頭的反坦克三角錐、反坦克巨馬等各種障礙，不會像日本機器狗那樣容易失控翻車。除此之外，機器狼的頭部還配有紅外熱成像與光電傳感器，即便在煙霧、夜間等低能見度環境下，也能精準鎖定躲在混凝土工事和戰壕內的敵方機槍手和反坦克小組，隨後利用背部攜帶的191步槍或火箭筒對其實施精準打擊。而針對搶灘登陸的作戰需求，機器狼們還專門優化了續航與補給設計。它搭載的高容量電池能支持10公里的續航里程，以及2.5小時的持續作戰行動。這一續航能力剛好覆蓋了灘頭突擊到初步鞏固陣地的關鍵階段，完全能滿足實戰需求。而30秒快速換電的設計更是解決了無人裝備的續航短板。05式步戰車內可攜帶多塊備用電池，單台機器狼通過快速換電就能實現更長時間的連續作戰，足以伴隨步兵向灘頭縱深推進，建立穩固的登陸場。反觀日本進口的威神60機器狗，雖然官方宣稱續航時間3小時以上，最遠控制距離10公里，最大載重10公斤，但這些數據都是在理想環境下測得的。一旦進入複雜的灘頭戰場，性能必然大幅縮水。而且它的重量高達51公斤，笨重不便，需要人工搬運，根本無法像咱們的機器狼這樣快速部署、協同作戰，更別說承擔搶灘登陸這樣的高危任務了。一邊是急功近利花錢買裝備，卻連基本操作都搞不明白的日本，一邊是腳踏實地自主研發用實力打造實戰裝備的中國。
相信未來隨着技術的不斷迭代，咱們的機器狼還会在更多實戰場景中發光發熱，用實力守護國家的安全。而日本的那些高價樣子貨，恐怕也只能在演習中繼續上演翻車鬧劇了。好了，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